只要吃完一碗饭就能获得6000元奖金，吃完有奖励，吃不完有惩罚大胃王挑战。时间内吃掉堆满肉的饭菜，不止免单，老板还招待你。再让我吃到，要求。大好，我小东，我们现在来到云林虎尾这里了啦。然后这我身旁这件事，俄语锅。你各位啊，我们今天会来这边呢，我们首先感谢观众向我们分享资讯啊。如果有什么资讯想要分享的话，也欢迎留言或私讯告诉我们啊。在虎尾这间俄语锅啊，它原本是一间鹅肉火锅店，可是啊，它近期推出了大胃王的挑战，而且说有许多的观众啊私信我啊，就是希望我们来参加他的大胃王挑战，然后甚至啊，他还有其他间的那个鹅肉饭的快食挑战啊。可是那快食挑战呢，我们当初在跟他们官方联系报名的时候啊，哇，彼此的沟通上出了一点问题啊，所以后面就没有报名到了。我们最后就报到这个啦。孩子，你怎么看？我们今天参加这个挑战呢，我们是要在半小时内吃下3公斤的鹅肉饭。如果成功的话，我们就有6000元奖金；但失败的话，我们就要付2000元的费用啊。但在出发之前呢，我有看一下其他人拍的照片啊，我觉得说他呢感觉好像有那么一点的大份呢，我觉得说我们挑战感觉会蛮紧绷的啦。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抱持着用开箱的心情来做挑战啊，毕竟我们的食量啊只是比一般人还要大那么一点点而已啦，好不好？那待会继续挑战看看吧 ，Go！OK 啊，各位，你们刚刚有看到它制作画面吗？我就说它这一大碗的制作过程后，感觉很疗愈耶。可是它这个很大嘞，我们今天吃得完吗？还有他们刚有给我一份那个切结书啊，那等一下我们签完名之后啊，再请店家帮我们开始计时挑战吧。3、2、1，开始！哦，多谢。好，各位，我们挑战开始了。哦，刚它备餐的过程啊，它这个味道好香哦。而且说它的饭量啊，竟然是1.2公斤啊，我觉得对于淀粉来说，它很友善呢。这是寿喜猪肉吗？鹅肉，鹅肉可以弄成是软嫩的，这个好吃的。那时候它的鹅肉啊，它吃起来是软嫩的，我觉得很厉害。
因为食材都比较健康，吃一吃感觉还是需要配口茶。那它旁边总共有4颗这个半颗水煮蛋，好健康。可是它今天的分量这么大，整体的健康不起来啊。你先经过3分半吧。那我们今天就抱持着就是用一般人食量的心情来做开箱的啊，不管成功或失败都没关系啊。当然成功会更好啊，毕竟他这碗要2000块，2000块诶，大一票2000块诶。我们吃很多肉，趁现在吃点蔬菜。我就说，今天这些蔬菜啊，应该都是他们健康餐盒里面会有内容啊，非常的健康啊。番茄吃起来十分有水分，可以让口腔有丝滑感。挑战时，我看着这一碗，有一种永远都吃不完的感觉。一斤经过7分钟啊！对，我就觉得说我们今天来这个挑战啊，就是稳扎稳打。只求能吃完了。这边我开始配菜跟饭一起吃。我们差不多已经吃掉1/3的量了，啊，你还有味。这有影足济呢，看起来今日是艰苦啊。
我们再配点番茄吧。我们洗一下嘴巴。还有，如果你今天看我影片想来挑战的话，它这个你吃要注意一下啊。它虽然这鹅肉都去骨啊，可是它里面还是有比较硬的软骨啊。我刚刚有用门牙去咬到几块啊，都会有那种门牙在咬的感觉啊。如果真的太用力的话会断掉啊，各位挑战要小心啊。挑战固然重要，可是我觉得健康是最重要的。里面放的玉米很有意思，在你紧绷的当下还要花心力去啃。好慢一点的人应该是直接抓起来啃的。这里我已经开始感受到吞咽困难了。哦，它这个就是很硬的软骨啊。哦，咬不动了，只能用吞的了。已经经过16分半了，我现在吃掉一半的而已，好难哦。了解哦。我唔知影安尼敢有效，怀疑咱4尾钟换尾伊啊。对，我唔对。
有混炸荤精。不用勉强，不用勉强。你没有挑，平常没有挑战，不要这样吃啊！不要勉强，这样很危险的。吃太多可能身体会受不了。玩鸟喂，要是我这碗饭怎么感觉都没有少过？吃到这嘴巴已经非常干了。我觉得饭全堆到这里来了。这样快结束了。5分钟。时间倒数最后5分钟。完蛋了，剩1分钟了。我会吞不下去。你可以拿钱出来，要失败了。哦，好啊。哇，剩8分钟，完蛋了！我剩这1碗饭的量就结束了。6、5、4、3、2。挑战失败了。谢谢。我们等一下继续计时啊，就看我们剩下这些饭啊，我们会花多久时间把它吃完好了啦。我们先休息一下。哇，那各位啊，
我们继续把它吃完吧。厉害！这个对半游泳，谢谢。太厉害了！各位啊，我们最后又多花了6分35秒，把所有东西吃完了。很鸟喂，好难啊！不过 OK 啦，那等我们去结账之后啊，我们再到外面做结尾吧。各位啊，我们已经结完账了啦。这个挑战就像投资一样啊，有赚有赔啊。我们再接再厉啊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先来到外面了。那来说说我们今天参加俄语锅大胃王挑战的想法吧。你各位啊，我们今天一个人呢、我们的挑战费用是2000元。以这个挑战费用啊，你觉得我们今天挑战下来感觉是如何呢？我觉得说今天这个挑战的奖金啊，如果你成功的话、你会有6000元奖金啊。其实以这个奖金来看呢、他这个感觉是给的非常有诚意的哦。那我们今天来挑战呢、是抱持着开箱的心情来挑战啊，所以就算现在失败了，我们就付了2000元，就还是有点痛啊。这种心痛的滋味啊，它就像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啊，刚开始接触股票啊，我们才一个小折损，我们就哇痛到把股票卖掉那种心痛的滋味啊。尤其是你看到它隔天啊，它就突然给你成长3-4%上去那种感觉，那真的是有一种心痛的滋味啊。但今天现场的人啊，有向老板询问啊，目前挑战的人有多少人来挑战啊？然后目前是15个人，然后有成功的是4个人。但我就觉得说，这种大胃王挑战啊，如果你平常食量不大的人呢、就你要报名的话，就千万你要好好的注意你挑战时的状况哦，因为他一个不小心呢、就会让你受伤，或是造成一些遗憾呐、所以我就觉得说，也许你就报名啊没关系，但是说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就不要勉强就好了。这真的很危险呐、这个就交给我们来挑战就好了啦。可是今天这挑战的餐点呢，我觉得它是好吃的啦。但是说它在制作的时候，它有淋那汁酱汁啊，我们在挑战的时候没有把它拌开哦，所以那个酱汁它最后跟那个饭和久了之后，那个饭都被它弄到膨胀黏黏的啊，所以吃到我们后面哦，那个饭我们真的是有点吞不太下去啊，非常的卡食道啊，所以饭是那个大魔王啊。也许我们之后可以再多练习这吃饭的部分嘛。但如果我说今天我们再回来这边挑战的话，我 OK 吗？我当然不 OK 啊！我们今天会来参加这个挑战啊，就是用抱着开箱的心情跟各位分享而已啊。可是在这个报名这个挑战的过程呢、我是觉得说我在跟他们官方赖沟通的时候，好像有一点小障碍啊。虽然说我们有台也有去参加他们的其他品牌的快食挑战啊，他那边也是有点小状况啊。但我觉得说我们最后有挑战到，这样就好了啦，没事了啦。但是说，我们今天来到云林这里啊，我会觉得说云林这边的生活啊，它让我感到有一种十分惬意的感觉啊，我好喜欢这样的感觉，就像北海岸那边一样。就扣除如果你要到都市工作，可能交通会有一点问题之外啊，可是其余在下班过后的时间啊，在这边真的是非常惬意啊，我很喜欢啊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用一般吃饭的模式来跟各位分享云林这边的美食啊。好不好？那各位看这边有什么推荐的餐厅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看到这里不啦，很喜欢的话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会加频道超感受真诚哦。那我们下影片见啦，拜拜。